我们对于小时候的经验会不会有自己改写的一个版本，而这一个版本呢未必那么符合现实。爸爸就丢下他们3个小孩子就不见了，那个时候他才9岁哦，他就一个人想尽办法养活他的弟弟妹妹。那个心理医生听到的时候就跟他说，哇，你可以克服那一段真的很不容易耶。就劳拉还很生气的直接骂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我爸就是因为他相信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顾好，他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啊。欢迎来到人生解构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人际沟通、伴侣沟通、情绪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如果你也喜欢相关的议题，欢迎可以关注我们。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正式上片。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云。今天这一集啊，我想要来聊聊，就是我最近有看的一本书叫《早安怪物》。那我看的里面的故事的时候，它有让我对于人心呢起了更深的一种敬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毕竟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在探讨，比方说看了很多心理相关的书啊、影片啊，甚至是我们自己开课的时候也都会回答同学问题，试着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啊、他们的内心这样。那有一段时间就会好像我好像对于理解人这件事情是有抓到一点诀窍了，好像判断变得有比较准一些这样。但是呢，我在看了《早安怪物》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它让我又见识到原来心理的世界是可以到这么的复杂。所以这次呢，我想要来谈它里面几个故事带给我的发现哦。第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女生叫劳拉，那她本身啊是一个20几岁，然后工作能力很强的一个女生，她意外的被她的男朋友传染了疱疹，所以一直治疗治不好之后，她的那一个医生就跟她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样，因为她的那一个主治医生可能发现了她的身体的这一些病症，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心理的影响这样。所以当她去看了这个心理医生的时候，整个看诊的5年当中呢，慢慢的把她的故事呈现出来。那这里我重点讲几个点哦。第一个是这一个劳拉她去看医生的时候，她一开始都不太愿意去谈她小时候的事情，对，那她都会认为她的家 OK， 她爸爸 OK， 什么都很好这样。对，我是来治病的。对，那反正你要跟我谈什么心理学的东西，那个我自己会研究这样。所以啊，在整个治疗过程其实没有很顺利，可是呢，随着他们面谈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把他的故事拼凑起来。这个劳拉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他还有他2个弟弟妹妹去到加拿大比较边境的一个省份哦。那在那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类似像园区、露营区的这种地方，是会有观光客去那边玩的，所以他爸爸就租了一台餐车。那这台餐车就在那边，然后就卖食物给游客吃这样。那小孩子就跟着他住在那边。结果啊，有一年好像是到冬天的时候，生意越来越不好了，结果他爸爸就丢下他们3个小孩子就不见了。而劳拉就在那个时候，他才9岁哦，他就一个人想尽办法要养活他的弟弟妹妹，包含他自己。对，所以呢，那个心理医生听到的时候就跟他说，哇，你可以克服那一段真的很不容易耶。就劳拉还很生气的直接骂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我爸就是因为他相信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顾好，他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啊。所以其实这个就反映了劳拉后来在出社会之后，他的主管啊是一个都会把自己的工作丢给劳拉做，然后主管就自己跑去跟同事约会。那她的男朋友也是一个对她很不好，然后甚至是一个常态性出轨的一个人，甚至到后来还贩毒。可是呢，劳拉都允许他们在她的世界里面。可是呢，并不代表这一些事情劳拉允许了，而劳拉的身体没有感觉。他不会感觉到压力，他不会感觉到不开心。表面上他是允许这些事情的，可是他的不舒服是由生理的反应来呈现出来。对，那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聊到这些点，劳拉她有点像是
用他自己小时候的解读去解读他爸的行为。那因为他爸这个行为，说真的，你把3个小孩子丢在一个荒郊野外，然后就置之不管，这个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超扯的。对，超扯的。可是呢，劳拉也在这样的事件里面，他竟然得出一个结论是，我爸一定是认为我做得到才会这样对我，所以这个他连带的影响了他长大之后，他对于身边的人，他的那个边界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会不会觉得就是我的老板就是因为觉得我做得到，相信我的能力，所以我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有可能，又或者是说，当今天别人遗弃我的行为，我都认为是合理的，那其他人对我没有到那么好，我也觉得好像也还好。他只要有好的部分就可以。对，就有一个0分的标准在那里，对，然后现在长大了，有个20-30分的人在我旁边，好像就已经应该要满足了那种感觉。对，所以他那个概念就很像是说，当我们小时候，如果我对于曾经的经验，其实它是不好的，但是我为了找出一个解释，让我心里过得去，所以呢，那一次的经验就成为我看这个世界的标准，可是也因为这个标准其实不符合现实，所以对劳拉而言呢，他就允许了很多的烂人，在他的身边，甚至他也觉得正常，可是呢，他心里也因为这些事情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可是这个比较有趣的就变成是出现一种屏蔽的感觉，就是说现实生活那些人的行为是造成他不舒服、不开心、有压力的，可是呢，因为那一套标准是小时候建立的，所以在那套标准里面，这些事应该是没什么，所以他就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眼前的事情让我不舒服，另外一种情况是我小时候的经验，我解读的那一个标准，这些事是没什么，所以他就会出现内在的认知无法整合，所以产生了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时候心理医生呢就帮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好，如果你认为9岁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事处理好，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下。这个心理医生他就带他去他的一个朋友是经营一间学校的校长，小学的校长，他就带他去那间学校，然后走进整班都是9岁的这一个班级里面，他说来，你看9岁的小孩子长这个样子。就劳拉在那一刻吓到，他想说啊，9岁怎么看起来才那么小？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面9岁已经很大了，所以在那一刻呢，他才慢慢意识到说，哇，那其实我爸当时对我做的事情并不是正常的事，对于一个小孩子要能够承受那么大的挑战是很不容易的，他才开始内在去做慢慢的整合。所以啊，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这个点，我其实心里的联想是，我们好像都会为我们曾经的经验，去写下一个我们自己可以接受的解释。对，就是总要有一个想法让我好过吧。对，那当我写下一个让我好过的这一个结论的时候，万一这一个结论呢，让我没办法看清楚眼前的事情究竟怎样才是好或者是不好，它会影响的是我们后面跟别人相处的边界感。用这样子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原生家庭会影响到长大之后的边界感的时候，突然就变得很清晰耶。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是蛮有感觉的。那当然因为这个故事蛮精彩的哦，可是我先不讲后面，我比较想要聊的是第二个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是说，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印第安人，然后呢，他是一间公司里面的司机。那这一个货运司机比较特别是，他们在送的这个物品都是比较贵重的，是可能有劳力士的表啊或什么的，所以这间公司他找司机都会需要找那种是比较可以信任的，而且还有一个是他们要敢对抗盗贼、对抗强盗，因为有些在墨西哥边界的这个强盗就会锁定他们的车去抢，所以这一个司机都是那种强盗出现的时候，他敢直接跟他们拼的那一种。那这个故事会出现可以探讨的点，是因为这一个司机他老婆跟女儿出车祸走了，结果这个司机竟然在他们走掉的隔天，就是已经过世了嘛，对不对？隔天这个司机仍然面无表情的去上班，所以他老板就觉得哇，这个很怪，担心他心理有问题，所以就
强制他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这样。可是当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是从头到尾就是不讲话，然后那个心理医生想要问他问题，他也就静静的看着他都不讲话。当心理医生尝试去引导他说点什么，他都是那种最多就回答你一句话，然后回答完他就不回答了。所以一开始那个医生就也跟他说，就是不然你如果认为来这边你就要坐在这里都不讲话，你觉得这样 OK 要交差，好我也可以，我就陪你这样坐着。几次之后这个人就真的一直都不讲哦。到后来这个医生找到一个方法，慢慢的让他可以开口说出小时候的事情，这个时候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印第安人他一直以来包含对于他公司的老板，他几乎都是没什么在说话的。他讲他小时候的经验是，他们曾经是一个，就是他跟他爸还有他姐姐，应该是他姐姐还是他妹妹，跟他爸还有他妈妈是住在那种像是比较在森林里面，所以他们会去捕猎，所以他其实小时候的生活是蛮幸福的，就会跟着爸爸出去捕猎啊，然后跟他家人就是在森林里面过得很开心这样。可是直到有一年突然晚上的时候有人敲门，门打开的时候是几个穿西装的白人男子，这几个男生就跟他妈妈讲完话之后，就把他跟他姐姐就直接从家里带走了。然后原来这一个行为是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他们要把整个印第安人的文化就是拿掉，所以他们决定把当时印第安人里面小孩子国小国中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呢，全部带走，然后带去他们为了这些印第安人特别开制的一个学校，让他们没办法再接触印第安人文化，强制学习白人文化这样。而他们被带去那边的时候啊，你只要使用到说到印第安人的语言，就会直接被拿鞭子鞭打。有一段是他去到那个学校，就是他跟他姐就隔离开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走到操场的时候，他看到远远是他姐，他就很开心，用印第安语言喊他姐姐，要跟他姐说话，就一被听到的时候，直接被拖去旁边，用那个鞭子上面还有金属的东西，直接这样鞭他身体。那后来啊，也因为这样，慢慢的，他们是不是就不能讲自己的语言？所以他就被逼着融入那一个白人的学校，学习白人的文化。那他也努力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做好一些事，可能功课好，然后被称赞。所以啊，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还跟他爸讲，就是说，我后来在学校那边学到什么，结果他爸直接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类似像就是你已经被白人同化了，已经被洗脑了。对，然后有点像你不是我们这个家的人，类似像这样的概念这样，所以才造成了他到后来对于人其实是有一种很远很远的感觉，甚至呢，他不太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开心、愤怒、伤心。好像讲什么话都不对，在这边讲这个不对，在那边讲那个不对。对，所以他到后来好像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谁他都不太讲话，这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一个心理医生呢，在治疗他的过程，因为慢慢变熟了，两个人讲的话越来越多了，直到有一次那个心理医生又突然跟他说，其实他长得是很帅的。你知道在那一刻哦，这一个印第安人他就瞬间整个很生气的啊，被说帅还要生气。对，然后很愤怒哦，然后很愤怒的状态之下呢，那个医生也吓到说，奇怪，我只是单纯就真的知道，你就是长得好看嘛，那我讲这段话也没什么恶意。可是呢，在那一个印第安人的眼中，他认为说这句话就是在性暗示他，在挑逗他。所以我们是不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联想， 对不对？对。后来这个心理医生在跟他聊越来越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呢，这一个人在那个白人学校里面的神父，男生哦，其实是有诱奸他们。每次只要这些人要对他做那些很糟糕、不人道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之前都会夸奖他很好啊，然后很帅啊，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里，我超生气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会有人遇到这些事。我之所以会谈到这一个点，其实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联想，就是在经营自媒体以来，真的蛮常会有人留言问我说，别人都不说话，别人都不沟通，
对，那个人都回避了，对，他现在都变人了，我该怎么做？好，他不沟通啊，我该怎么做？其实啊，会联想到这一个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多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可是呢，如果你没有机会深层的认识他，包含他过去的经历，对不对？你是不会知道他的那一个不说话、回避，或者是不沟通的行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再怎么会猜，你也不知道他小时候经历了什么。对，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称赞连接到背后的对他的影响是这么的深刻。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心里第一个想的就是，说真的，我们对人真的懂很多吗？当然哦，我们谈回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身边会有这样经历的人，最好都不要有，但是会有这样经历的人应该不多。对，但是他其实真正在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都以着自己的世界观，以着我对于人的基本认识，以着我对别人收集到一些资讯的初步理解，我就用这一些理解来跟别人相处。你说真的，要不误会也很难。真的，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去看到别人的现况是因为经历了什么而造成。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理解别人内在的思路是什么，一昧的就只因为我的需求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要跟他讲什么，我改变一个说法，所以他就一定要变。我觉得这样的路径真的成立的次数应该不会到非常多。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第二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得出来的感觉是，未来我不可以再那么的快速去假设我应该猜得到别人不做这件事背后的这一个思考路径是什么。即便我们猜测的准确率慢慢有提高，甚至速度变快，对不对？它其实带给我的提醒是，在我真的很深刻理解人之前呢，我最好都不要去妄下定论，因为我发现呢，人心真的太过于难去理解了。分享这两个小故事呢，是想要带给大家对于2点可以特别的看重。第一个是我们对于小时候的经验会不会有自己改写的一个版本，而这一个版本呢未必那么符合现实，造成了我们日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方说像劳拉的案例是，爸爸的这个行为说真的是很不妥，很不行。可是呢，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造成了他日后跟别人相处的边界感变得比较没有，比较模糊，让他额外承受了很多不舒服。那这里我也想要补充劳拉故事的一个结尾。其实故事的结尾是他把生活中的那些烂人呢，全部一个一个都隔绝开了，因为他终于看清楚他们真的不好，而他自己是有资格追寻更好的幸福的。所以啊，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最后是很感动的哦。那第二个就是未来啊，我们在看到别人的行为，他喜欢做这个，坚持做这个，或者他出现成瘾的现象，或者呢，他就是不开口，什么都不说。那我得说，今天如果你跟他的信任关系没有到，或者你信任关系有到，但是你是一直急着要解决他的行为，而不是要去理解他，这样你很有可能会不断的去碰到墙壁。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不沟通的行为，或他坚持一定要做什么，他有怎样的标准，这一些跟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如果你都是急着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好好的去理解他，那很有可能呢，你每次的对话他会坚持他的不说，而你也会沟通的很辛苦。好，那以上算是阿叔讲古系列的第1集哦，这是一个尝试集，希望大家听到这边呢，也可以感受得到阿叔被这本书冲击到的这种感觉哦，真的鸡皮疙瘩，真的。好 ，OK，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香云，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